首长，2个方案已经报上去快3天了，您总得给个答复吧？严军啊，2份报告能留3天，说明它有斟酌的价值。我跟黄军长已经商量过了，建议你们采用第2种方案，但是决定权在你们手里啊。毕竟你们在第一线嘛。第2方案？对啊，第2方案非常富有想象力，实施好了会有意料不到的效果，但是也是一步险招，所以集团军给建议，但不是命令。明白。其实我们也推演了好几天了，但总感觉没有太大把握。说起把握，有的时候出于装备和实力，有的时候出于对局势的判断和对时机的把控，知道吗？谢谢首长，我们知道怎么办了。好，陈功。从古至今，打仗的变数不过是奇正2字。有人说，现代战争信息透明，战场透明，给战术变化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个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所以这一仗，我们要突出东方战场的谋略特色，奇正相合，以智谋取胜。新制作战力量的核心是信息化，所以奇也好，正也罢，我们都要以信息作战的理念来筹划。我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仅靠我们御风营完成不了，得需要飓风营的配合。所以这一仗，飓风营不单是我们的兄弟营，更是我们的生死营。说得好，有什么想法尽管提。飓风营和御风营，关起门来是竞争对手，敞开门，咱们就是亲兄弟。郭营长，飓风营与你并肩作战。我是郭子健，郭子健，我是许立军。旅长请指示。从现在起执行第2套方案。朕，部队按照第2套方案开始行动。李云峰，近几年在全军如雷贯耳。杨参谋，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是。狄云峰，1975年生人，军事博士学位，军人世家。16岁便以高分和过人的军事素养被军校特招入伍。本人学历高，但是部队生涯从排长到旅长一级都没有落下，中间还曾在2级大机关里任职，并在职拿了博士学位。他于4年前成为蓝军旅旅长，自此，蓝军旅在全军再无败绩。与他对阵的各路红军，无论在历史上有过多么辉煌的荣誉，全部败北。仅其一个突击分队就曾创造过不折一兵拿下对手境量和作战营的历史记录。狄云峰作战，传统招法与新式打法并用，老方法与新装备从不设限，极难应对。由于他近年来树敌过多，全军都喊出了“活捉狄云峰”的口号，但可惜只有口号喊得响亮，至今与他过招的所有对手基本全军覆没。大家都听到了。李云峰至今保持着全胜的记录，但这不代表他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御风营连他这一关都过不了，那还谈什么未来？所以所有人给我打起精神来，要亮出我们的实力，给他的战绩表上好好来一笔。现在开始宣布作战计划。现在距离演习时间还有10天，从今天开始，御风营除留少数人员保持营区的基本执行之外，其他所有作战人员要全部消失。为配合这一方案，今晚全旅的所有外勤、岗哨一律由飓风营来负责。是。今晚12点起，全营所有的参演装备
按指定地点分头伪装行动。记住，抵达各自集结区域之后，要实施无线电静默。10天之内，按划定的时间节点保持针对性训练。情况通报将采取公共信息平台 APP， 以点评指定购物和外卖服务等方式来完成。具体的网站以及平台随后下发。营长，这是为了规避对方对我们的侦查。没错，在敌我双方确定关系之后，我们就会一直在敌方的侦查之下。之所以选择今夜开始行动，是因为凌晨时分会有雨，将一直持续到明天上午，这样可以规避掉卫星侦察。杨茂林，走。所有超级战士的装备已经到位，从适应到精通，时间有限。明白，保证完成任务。曾慕涵，走。从今天开始，第一战队由徐志强担任指挥。是。你全力做好技术侦察工作，要确保情报信息不能有任何差错。是。散会之后，各分队马上准备出发事宜，要严格落实作战计划。是。9号卫星报告，已连接，通过内线进入海华市海防1线观测系统。报告，已进入海华市海防观测系统。高空无人机汇报情况 CH-09-1，侦察无人机已进入侦察区域，高度2万米。注意观察，注意区分细节变化。是。报告，对蓝军可能实施的17种信息打击手段分析完成。数据并入综合系统。是。报告，对蓝军远程火力可能出现的5处打击地点完成分析。数据并入综合系统。是。报告，目前无法确定蓝军主力作战区域。继续观察。是。报告教导员，大数据目前还无法得出结论，一切还没有开始，先不要着急。是。我这次来396旅，没有太多的指导意图。遵照上级的指示，集团军、战区陆军2级机关均部派指导组，全程放手，让你们打好这一仗。你们制定作战计划，尤其是新制作战力量的使用上，无论成败，没有先例。但是集团军的领导还是决定支持你们，让你们大胆一试。我也希望呢，你们的行动能够探索出更有厚度、更有质感的依据来。怎么样，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有。行动。是。李队长，袁山，陆军机关把你派来给我做高参，足以见得首长们对这次演习是多么的看重。李队长，
我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想必老哥已经稳操胜券了吧？还没开打呢，一切都很难预料。袁山，396旅是你的老对手，你这一次千万不能手下留情啊！必须不能够啊！御风营是这次演习的主角，我们大家对他没有什么了解。好在龙旅长知道一些情况，大家谨慎对待。我可以肯定的说，跟御风营的交手，就是这次对抗的胜负手，必须充分重视。袁山啊，那个狄安娜，是不是把你给吓坏了？我的情况不一样啊，我这个人呢，天生对美人计免疫。好啊，那就像你所说，开打以后才知道，你就一边打一边了解吧。在哪儿？啊，我们的队友在哪儿？这是作战双方最原始的问题。是，我们老祖宗孙武一句知己知彼，就把这个问题全都概括了，而且呢，概括到战场上的宏观还有微观。首长说的没错，兵力和火力、战法和战术，都是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交火了。马上向旅指挥所报告，我营击伤南方5支10一架，拦截齐，对地导弹2枚。是。解气，真解气。这个许龙军可以啊，我没想到他早早的就把这个防空部队派到了姚家坡。姚家坡是进入主战场的必经之地，
红方不可能不设防。问题是在于他不划算呀，他这等于是打了草，却没惊到蛇。许灵均是作训出场出身，狡猾得很。他的指挥机构不可能这么容易被我们轻易盯上。我觉得那是因为他许灵均呢，没有被逼到那个份儿上。参谋长，好。今天夜里，红军应该全部进入了作战区域。传我命令，无论红军的防御分为几层，告诉我们的突击小分队，不惜一切代价，全员出击，对他们的装备来一次夜袭。夜袭的方式呢，多种多样，可以让他们灵活掌握。比如说，呼叫炮火集中覆盖，远程打击，或者是利用火箭弹、穿甲弹近距离的击杀，用咱们的无人机远红外解决。不管怎么样，就一句话：不分主次，全员击杀。是。再有，开启所有的信息压制与干扰，全域搜索396旅的指挥机构，还有飓风营、御风营的所在位置。去吧。是。早就听说你的突击分队厉害，据说1支12人的小队曾经在1夜之间打掉对方1个半营的主战装备。这次你倾巢而出，是想要一击制胜吧？哎呀，我的远山呀，嗅觉很灵敏啊。可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396旅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御风营和飓风营还没露头呢。远山，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从我开始当兵打仗，每一场战斗、每一回合都是决战，这也是我的生存法则。我知道，在岛条大厅里，首长们都等着看一场红蓝双方摆开架势，两军对垒。这就是狄云峰厉害的地方，他的突击小分队是全路军出了名的甩不掉、打不垮的跟屁虫。是啊，这些小分队啊，打得赢他就自己打，打不赢他就呼叫远程火力。分开了那都是特战精英啊，合起来他又是精英战队，难缠啊。关键是啊，武器装备先进，信息系统完备，个体军事素质又好，的确是很难对付啊。参谋长，报。按既定计划行动，通知江胜强，找准时机，反客为主。是。御风营一点不动吗？既然是我雪藏的战略预备队，就一定要发挥其战略价值。80%以上的军演呐，双方接触的当晚，这都是在互探虚实，小心接触。所以呀，按常规，今天晚上这就是鸡肋时间了。您提到了常规，说明您一定发现了今天晚上的情况有可能打破常规，出现出人意料之举，对吧？常规，那毕竟只是常人的规矩。对于有非常决断的人来说，哪有那么多真正的规范呢？既然如此，那我今天晚上要睁大眼睛，好好欣赏一场精彩的非常规之战。哎，你这什么意思啊？要将我军？我哪敢将您的军啊，首长！但是如果蓝军的旅长不给您面子，
那可怪不到我头上啊。好那个梁北华啊，等着瞧，我这个蓝军旅长，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的，首长，我拭目以待。哎呦！报告回部，报告回部，我营遭到蓝军突袭，旅长，这是刚汇总的上报。你看，全旅分队除5营临时改变防区，剩下所有营区均遭突袭。这个狄云峰啊，简直是个疯子。好在我们提前设防，但即便如此，也损失了将近1个营的装备。哎，飓风营的计划进展怎么样？江胜泉沿海岸线穿插，进展很快。同时，其空中突击分队已经出发，目标是丁格镇。丁格镇？丁格镇。扩大伏击圈，放虎进圈子。如果说红军这支突进的部队遇阻，那他就大致可以确定我指挥机构所在的位置。拔出萝卜带出泥啊！一旦我方的指挥机构被确定，我军的兵力部署也能被估摸出7、8成来，红军的收获不小啊！好啊，就让他有收获。如此一来，他的主力一定会主动出击啊！而我呢，我这只等待决战的拳头就会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参谋长到，是否能确定这支突袭的部队是谁啊？能，江胜强的飓风营。飓风营？飓风营好啊，好歹是许林军2大主力营之一啊。哎，我一旦拿下他的飓风营，他的御风营还能藏得住吗？我建议在黄明岭一带部署一支突击队。黄梅岭。哎呀，我说远山啊，你来当我这个高参啊，可真是物超所值啊！黄梅岭，参谋长到，传我命令，命令猎豹突击队立刻前往黄梅岭。是。连王牌都派出了，看来狄旅长这回是势在必得呀。蓝军的逆鳞啊！这种饱和式火力打击，还真对得起我飓风营。幸亏他们打击的目标是我们由3营和4营各抽一个连队伪装而成的，不然咱们飓风营啊，还真的要遭受一波重创。所以我们的第1步计划是成功的。现在飓风营看上去已经战损严重，也不堪再战。马上向指挥所报告，蓝军重兵及指挥机构均疑似在丁格镇，同时呼叫远程火力，对丁格镇周边火力点进行打击。我们和大部队还有些距离，分开打击吗？我们有火力，怕什么？刚才蓝军火力全开，坐标已经暴露，而且高空无人侦察机已经把他们的坐标一一记录在案，战机稍纵即逝。再说，旅长已经把主动开火权给了我，放开他。另外，开始执行第2步计划，
所有指令传输都用御风营的名义。是，我马上部署。老刘，通知侦察分队，火力打击之后，立即深入丁各镇进行侦查，摸清蓝军指挥所的准确坐标。是。讲讲，把申请跟着侦察分队一块儿行动。老刘，你是作战参谋，没必要亲自上阵。我在侦察班待过，虽然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可能很多人都忘了，但是我就想让索夫旅长的在天之灵看看，他的兵刘望远不是什么流心眼儿，还是那个能扛能打的拼命三郎。再说了，这次明面上看，我是御风营的一员，申请跟着飓风营参加行动，其实也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能够迷惑对手。拜托了。报告旅长。蓝军突击分队虽然死缠烂打，但好在我们早有防备。经过激战，对方损失惨重，已经溃不成军，现在已经撤退了。我估计短时间内他们是无法集结。蓝军突击队这么容易就被打散了？那可能以前没有遇到像我们这样的对手。旅长，是不是可以下令直取丁各镇？你们有没有觉得事情有点太顺利了？狄云峰应该没那么好对付。旅长，你的意思是怕中他们圈套？那要不要让飓风营先停止行动？但空突分队是真的，从空中地面，远程近程火力全开，显然是江胜强触碰了其要害。也有道理。如果这真是个马蜂窝，江胜强这一竿子捅下去，就算是不炸锅，也能要了狄云峰半条命。值得一试啊！命令5营，马上赶往黄梅岭，随时策应飓风营。是。哼哼，蓝军的这个亏呀，吃的一点都不冤枉。您看出来刚才红军飓风营是佯攻，那2个连啊，真要能攻上去，那就是利剑；攻不上去呢，那就是诱饵。关键在于螳螂背后的这只黄雀，那就是江胜强。你们这个江胜强，这2次反击的能力还真是不含糊。那倒是，如果他慢的话，狄云峰早撤光了。这个仗要这么打，真还是有点看头了。别急啊，首长。硬菜都在后头。嚯，行。我们的反应够快了，基本上打完就准备撤离阵地。但是他们对我方各阵地的打击都是及时的反击，也就是说，在我方火力暴露的同时，他们就已经锁定了坐标。有点意思啊。这不成了连环战吗？咱们已经把这个飓风营基本打残了。这支及时还击的部队究竟是谁呢？从行动和战术动作来看，基本可以确定是御风营。御风营。好啊，御风营终于是出现了。被打残的那支，能确定是飓风营吗？云山，你有何高见？飓风营的江胜强不会那么弱的。1年前我就跟这小子交过手，现在的飓风营只会比那时候更强，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残的。报告。空军目前只出动1个营去策应御风营，并且已进入猎豹突击队的伏击区。猎豹突击队请示：是否持下？到嘴的肉不吃吗？
必须持枪。不过，你要通知猎豹突击队，不能吃得稀里糊涂的，吃掉他，还要弄清楚他到底是谁。是，营长。刚刚获得一个情报，讲，凌晨袭击我们蓝军突击队，我们抓了很多战俘，但是没有一个是猎豹突击队的。坏了，武营。猎豹突击队，猎物已入网，清除。赵营长，你是？我是蓝军猎豹突击队队长田康。够狠啊！一个活口也没留。别介意，两军作战嘛，常有的事儿。行，你赢了，说吧，有什么吩咐的？不敢。想打听一下郭子健的御风营现在什么情况？够，这可属于军事机密了，在下级别不够，还真不知道。就盼着拿他开刀呢，倒挺能藏哈。你要真遇上他，还指不定谁找地儿藏。听你这么说，那我倒真想早点见到他了。走。窝囊，太窝囊了！报下上传。是。除了整编5营，昨晚有3个营遭遇袭击，虽然都设有防御，但蓝军的攻击太猛烈，损失惨重。加上2个伪装飓风营的连队，我们全部战损已经超过2个合成营。丁克镇很可能是陷阱，通知江上强一定要随机应变。是。营长，我们下一步怎么办？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蓝军牵着鼻子走，一定要打出我们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节奏？你是说御风营？一切都没见真章，现在还不是御风营出击的最好时候。报告营长，部队已全部进入密林区。侦察分队有消息没有？还没有。命令，所有装备马上分散伪装隐蔽，从现在开始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是。武营，可惜了。哎呀，从开始的这个架势来看，狄云峰啊，这是把首战当成决战打了。可惜，许灵均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偌大一个5营，毁在了一个猎豹突击队的手中，是没给别人留机会，自己的损失也太大了。哎，你还不要不服，这可都是有真实案例的。中东战场、阿富汗战场，类似的事情都有发生过的。许灵均的策略本来没有错，但是用一个营去试探，代价太大。你的那个新指营，到现在也只露了一面吧？嗯？那你另一个主角藏哪儿去了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该他出现的时候，这个郭子健一定会惊艳亮相。你这么肯定吗？就这么肯定。营长，天已经亮了，但是红蓝双方都没有新的动作。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不是没有动作，而是都在为下一步的计划做盘算，以及要预判对手下一步的动作。狄云峰他竟然敢在每一次的行动里都压上重火力，那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担心火力或者兵力不够用。不知道他背后还有多少宝贝，也不知道飓风营是不是可以把他的老窝找出来。按目前收到的部分情报来看，双方打的都很常规，尤其是狄云峰，这根本不是他的风格。所以我猜，最后的决战会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要出其不意，才能更有胜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躲在100多公里以外地方的原因。报告，营长，有情况。老乔，有几个军工企业的负责人想来观摩演习，还有咱们御风营原来退役的2位老兵，现在是他们企业的代表，也一块来了。军工企业是这样，咱们御风营这次用的一些设备是他们生产的，想让他们到现场看一看，使用效果怎么样？把保密工作得做好啊！这家企业已经被国有军工集团并购了，他们的通信设备我们都已收缴，通信信号也已控制。人员可靠吗？经过严格调查，没有问题。既然这样，欢迎就是了。哎，首长，您在这里坐镇，我跟张教授过去接待一下就行了。那就这样。好，行。欢迎大家啊！欢迎欢迎，陈总，哎，张教授，老营长，小梁，老营长，哎呀，小总，哎呀，小梁，哎呀，不能叫你小梁了，都成将军了。好，好啊！您知道吗，老营长，我的办公室里一直放着当年咱们营在边境作战的沙盘呢。我和你一样，办公室里也放了。爸，您跟梁副军长是？我们是老战友了。这是您的女儿啊！哎呀，真是大水出了龙王庙了。严格的说，我是你爸爸带出来的兵。他也不只是我爸爸，他还是我的老板。军梦集团的董事长就是您啊！太好了，这就是军人情怀。你看，不管时空如何变换，总有那么一股力量，把情怀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张教授说的太好了。您知道吗，老营长，当年你对我说的那些话，一直在激励着我要把军事变革做到底。好啊，云山，你和御风营多次交手，依你看，这个郭子健下一步会怎么做？我仍然认为，我们捕捉到的信号未必就是郭子健。你有什么依据啊？凭直觉，对过阵的人，光凭剑气就能感知到对手的存在。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感觉到一点郭子健出场的气息。云山啊，我不是不相信你啊，只是对于我来说，与其相信直觉，不如相信数据。你还记得上次你跟迪安娜交手吗？这个郭子健也是一直的保持静默。这一次和上一次情况惊人的相似。看来狄旅长对他也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啊。想战胜对手嘛，就必须要了解对手。报告。396旅正在收拢部队，并且利用地形就地伪装，卫星和无人机都没有发现目标。那御风营呢？这个御风营太狡猾了，就在他方对我方火力目标进行精准打击的时候突然消失。这片海域植被与树林茂密，并且山地连绵起伏，不好寻找。而且什么？我们还损失了2个搜索小分队，应该是被他们抓了舌头。好在小分队什么也不知道。
自己会走，别拉我。走。这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既然他们已经到这儿了，那我们请君入瓮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撤吧。参谋长，到。传我的命令，现场所有设备保持开机状态，所有人员立刻撤离，经地下通道，走东门，上旅游大巴，撤离至新的地点集结。是。袁山，你还认为这支部队不是郭子健吗？这的确像他的手段，但远是我多虑了。不管他是谁，既然他进了我的口袋，我一定要生吞了他。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谁？人该到了。报告，吴大洲，没想到陆军还抽调了这么一支劲旅，来加强蓝军旅的阵营啊。袁山啊，他的任务啊，就是来解决红军的那2支新支营。报告首长，我跟飓风营还有御风营的指挥员都交过手，对他们很了解，首长可以直接下达指令。哼，别吹牛啊！陷阱我给你挖好了，接下来就看你表演了。明白。哎，无论如何，你要搞清楚，这支部队到底是不是御风营。是。旅长，飓风营侦察分队刚刚获悉的情报，蓝军指挥所就驻扎在丁阁镇的一座厂房里。消息准确吗？完全准确，刘望远就在现场附近发回的消息。我们侦察兵啊，巧妙地拍下对方指挥员的图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是完全可以肯定，就是狄云峰和龙远山。一个刘望远，可以啊！给侦察分队记上一功。是。江日强有行动吗？我估计啊，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口，远程火力已经完成了覆盖。没想到，这个蓝军指挥所真的在丁阁镇。哎，他们敢把真的指挥所当作诱饵，这个狄云峰是有点过于自信了吧？狄云峰高深莫测，因为5营的遭遇，就连我也觉得，那是一个吸引我们兵力上钩的陷阱。这事儿啊，应该没那么简单。这个狄云峰可真够滑头的，这个仗都打成了谍战剧了。打仗嘛，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这位蓝军司令员，还真是名不虚传呐。营长，远程火力压制，导弹精准制导，无人机空中配合打击，绞杀斩首行动大功告成。确定打击结果？从无人机传来的打击效果看，打击有效。好，通知刘参谋，给他1个连，加上配属兵种分队，对指挥所剩余蓝军进行收购。
会出错，他们打了一个时间差。只有一种解释，他和龙远山的故意现身，就是为了做给我们看的。等到我们的侦查员发回确认信息，他们再从容离开，留下吴大洲对上钩的猎物进行绞杀。也就是说，我们的侦查人员一开始就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我们从一开始就被他们监控了。我们还是中计了。不过老刘的出现，至少可以给他们吃颗定心丸，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御风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的作战计划就可以继续推进。可我们现在兵力损失不少，而且他们已彻底锁死了这片区域，我们必须突围。别着急，等下半夜往海边转移伪装，等待旅长命令。是。这样一来，江胜强的火力部署以及实力状况基本上已经暴露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以蓝军强大的火力，这一次一定是对我们的一次联合绞杀战。传我命令，命令炮兵营入夜后立刻将炮阵地设置在当前位置偏东2公里处，无规律分散布置。命令工兵营入夜后立刻展开设帐，并且做好应对，随时破障准备。命令侦察营立刻全力搜索蓝军主力，必要时可以打单面对。还有，对已经收拢并且完成汇合的作战分队，接到命令后立刻转移至封闭山区域。是。老徐，我建议御风营即刻投入作战，天眼通辅助打击，是时候了。是时候了。这个回合呀，应该说红军靠着天眼通，打了蓝军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啊，自身的损失依然严重。现在蓝军实际的参战人员，基本保持着一个加强团的作战基数，而且特战分队依然完好。红军危险喽！兵力虽然不及蓝军，但是我的御风营还没出场呢，而且他们配备了新型的装备，那可是以一当十。吴大洲得手了。远山，你看看这个，咱们这次演习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了？可是他们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消灭。御风营所配的作战参谋已经被吴大洲光荣击毙，御风营所剩的残兵败将已经被我部特战队逼至海边。如果他们稍有异动，我就可以把他们一口吃掉。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建议利用卫星和无人机对这一区域数百平方公里进行全方位搜索。哎，你的意思是说，他会有一支骑兵从天而降？哼！没有亲眼见到郭子健这小子露面，我不敢下任何结论。又是郭子健。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被重新激活。由于情况特殊，后续的命令将通过 GP-Y 保密线路传达。当前的形势是，蓝军还保有一个加强团的基数，而且兵种齐全，布局得当。在遭遇激烈的打击后，396旅除了我们，只剩下旅机关以及部分残缺不全的分队。一句话，形势严峻，396旅看我们的了。有同志可能会问，飓风营去哪儿了？我告诉大家，飓风营目前只剩下半个营的兵力，而且全部被困。江营长和他的飓风营，从出营门开始，
就一直装扮成我们御风营，甚至在遭遇打击之后，部队的连通使用的都是我们御风营的编号。大家说这是为什么？掩护御风营，完成对南军的致命一击。没错，在更大的胜利面前，江营长和他的飓风营甘愿牺牲自身荣誉，为我们唐雷区挡子弹。这份情谊，这份胸怀，我郭子健自愧不如。如果我们拿不下这仗，那就是对不起江营长和飓风营的兄弟们所做出的牺牲。同志们，作为一支人民军队，如果不能打胜仗，那结果就是国土的沦陷，人民的苦难，更是部队永远涂抹不去的耻辱。下面我命令红突分队兵分两路夜袭蓝军机场及炮兵阵地。是。远火分队对我刚刚确定的蓝军特战排驻地丁格镇化肥厂实施间歇性炮火覆盖。是。无人机编队对黄梅岭蓝军装甲集群黄风坡炮兵阵地实施精确打击。是。所有战队兵分三路，同时配属侦察预警力量，无人机全程监护。一路抵丁格镇化肥厂，清除吴大洲残部；一路抵黄梅岭，一路抵海丰口疑似蓝军指挥所。接敌后，按照作战计划投入战斗。特战排到。根据前期侦查，猎豹突击队能够事先预伏的地点只有鹰嘴峡。特战排第一作战小组乘直升机事先抵达，第二、第三小组分散护卫步兵分队。是。电抗分队具体任务由梁参谋负责。是。同志们，前期准备我们封闭冬眠，连导条组的人员都不知情。现在各分队的导条人员已就备，万事俱备。我命令御风营全体人员行动。是。老乔，看见没有？仗打到现在，这未来战场的大幕才算刚刚拉开。很快，郭子健这个联合作战的棋局就会摆在狄云峰的面前。这是典型的全域作战雏形，信息对抗的特点将更彻底。一个营而已，实力相差悬殊。郭子健未必能翻盘吧？随着现代科技的无孔不入，未来战场的规模不是以人员和装备的数量来划分等级的。这可是你说的，你这是拿我的话在堵我的嘴啊！老张，我记得当初你对御风营可是不怎么看好的。
把视频给我倒一下。从这放。集合。紧急集合！别得意，虽然我们几个被办了，但你们也暴露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是吗？红军剩余的主力位置已经确定了，带着他们开火之后，就会立刻转移阵地。我们的后续部队已经跟上，他们跑不了。现在就是看我们的时候了。哪来的飞机啊？是不是咱们战机也得到情报，所以去轰炸？不可能，情报是1对1的，我还没上报呢。是红军，隐蔽，隐蔽！报告，接到战报，蓝军特战队营区已被御风营全面火力覆盖。步兵分队预计会很快抵达营区，清扫战场。我们解放了。好，郭子健没有让我失望。命令全员出击，将蓝军搜索队全部歼灭。给御风营发电，让他们一定要当心蓝军的猎豹突击队。我们的很多装备就毁在这帮兔崽子手里边。是。郭子健。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报告，我驻丁桂镇特战队营区正遭受红军攻击多的打击，人员求全保存，但装备损失惨重。这是哪来的火力？难道是许灵军的第2梯队？不用猜了。一定是郭子健的御风营。处长，黄梅岭的装甲阵地、野风谷的炮兵正遭受无人机饱和打击，战损率分别达到60%和65%。传我命令，我部所有的远程装备进入随时应战的状态。是。命令：侦察预警分队，立刻找出红军火力的来源。是。报告，说，侦察发现，红军3路步兵分队正沿海城线、丁梅线向我逼近，距离60公里，因为夜暗，装备不明。天上打完，地上扫除，这是要斩草除根的节奏啊！这小子想的倒是挺美。是到我们猎豹突击队登陆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我方的步兵分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挠红军车队前进的速度。再有，命令田康在鹰嘴峡设伏。在鹰嘴峡设伏，告诉他，彻底消灭红军的特种分队，不许放走一兵一卒，否则让他不要再来见我。是。鹰嘴峡确实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就是不知道这块肥肉能不能吃到嘴里。狄云峰最爱吃肉了，这送到嘴边的肉没有不吃的道理。御风营的出现，就是要出其不意，挥刀反击，一剑封喉。一剑封喉，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红军只是打掉了蓝军的远程火力，打残了装甲和炮兵，打掉了蓝军特战队的装备，但是蓝军引以为傲的猎豹突击队，目前还毫发无损。老营长，这虽然离开部队这么些年，但是您的军事素养可一点都没落下，对战局了然于心呐。过奖了。但是啊，您不了解我们营长，他呀，总是能给我们惊喜，您就等着看吧。是啊，看来我还真不够了解他。队长，红外条件下，杀伤效果精确率达到60%，已经很高了。漏网的装备和人员，咱们第3战队会收拾他们。好，准备转移。是。同志们，接上级最新敌情通报，对方伏击点不止鹰嘴峡这一处。现调整任务如下：马铮铮，近战交给你；赵小云，你带领第1小组抵达南坡后，利用夜视器材和夜视静音无人机辅助，远程指挥特战队员就近歼灭对手。狙击手占领左侧制高点，重点狙击漏网之地。是否清楚？清楚。执行。第1小队，跟我走。第2小队，跟我走。目标，北坡。涂警员，栋梁，我是拐栋梁，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收到，拐栋梁，我是栋梁，请讲。发现敌情，停止前进。全体注意，车队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收到猎豹，前方车辆在逃，侦查车辆请出排查。完毕。明白。一会儿找到能隐蔽的地方，立马隐蔽。快开枪！收到，请回答。
办法，那怎么办？对方山坡上的人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们马上对这个红军侦察小组发起伏击，并掩护我的伏击行动，直接冲进对方车队，近距离伏击对方战车。是。拦截车辆。装备。不好意思，下手重了点。你已经输了，退出演习吧。说句实话，我出道从中尉干到少校，还从来没吃过像今天这么大的亏。这也就是你，不然这台指挥车也干不掉。我的战损可以忽略不计，反正过了鹰嘴峡，2支战队会分头行动，他们都有各自的指挥员。我的使命已经完成。爸，你看到了吗？那个就是我们的神行百变Y5格装备，它不仅特别的轻便、特别坚韧，而且弹跳力特别好，能把战士的速度和负重提高20%。这个杨茂林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演习成功了，我给你记一大功。是我们。这就是君梦集团设计的外骨骼装备吧？今天晚上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对于外骨骼，这才刚刚开始，更惊艳的还在后头。刚才我看到那个田康，被红军的特种兵勒着脖子，说实话，心里不是滋味儿。首长，您一碗水可得端平了。我不是不端平，你知道吗？田康和他的猎豹突击队，那是我们树的一个典型啊。可是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就让郭子健的队伍一举给歼灭了。我只是感慨，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个速度啊，可以让我们刚刚获得的荣誉，瞬间呢，
就成为历史了。我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问。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御风营？御风营，如假包换。各小组，出发！没想到对方先我们一步，在鹰嘴峡设伏。这小子真不简单呐，把我的猎豹都给吃了。我们对猎豹过于自信了。郭子健这个对手，总是会超乎我的想象。他以为用这个办法就能打赢这场战争，想得太简单了。袁山，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也只能拜托你。体旅长，根据任务，我现在就是你的参谋，尽管下命令。郭子健现在在哪儿？正在赶往主战场。好，告诉他，我还是那句话，对御风营的指挥不干扰，不取代。好，现在通过天眼通等多种信息渠道综合判断，海风口就是蓝军脑神经所在地，我们可以发起总攻了。政委说的对啊，参谋长，抓紧时间收拢人员，同时通知江振强，一起向海风口聚集。啊，有一点要跟郭子健讲明，他最少要有2个战队，包括无人机编队，必须支援主力作战。可是天眼通在提供最后一次信息之后，已经遭受到干扰。
这个狄云峰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飞出海风口了。来说说，大家对眼下这个状况怎么看？就作战流程来说，没有问题。但就本次演习来看，总觉得意犹未尽，不该这么快就结束。让我说的话，4个字：各怀鬼胎呗。这些年搞演习，大家都精明了，所以谁都不肯孤注一掷。哼，你这纯粹是废话。首长，我们都说了，您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也拿出来亮一亮。我的答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要是能成为黄雀背后那个拿弹弓的人，那谁就有可能成为笑到最后的人。首长，两军对阵只有螳螂与蝉，怎么会出现第3方的黄雀，还有第4方的弹弓呢？对弈思维的美妙，恰在此处，恰在此处。今天这天气预报不会报错吧？你看这阳光多美！报告，云图的移动没错，风向没错，起风应在下午50许。我邀请你看日出，你跟我说一堆有的没的。